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静香的频道。关于加拿大福利呢，大家基本上都应该知道的呢，是加拿大的居民可以是享受免费医疗、申请孩子的牛奶金、失业了有失业金。那么我今天要讲的呢，是那些很多人在这边住了很多年也并不了解的福利。感兴趣的呢，帮我点一波关注呗。那我们先从医疗保险说起啊，在中国，你自己和你所在的公司呢，每个月都要缴纳医疗保险费的。那么在加拿大呢，作为 BC 省居民呢，我们都可以享受这个免费的医疗保险，就是政府承担了这部分费用。医疗保险包括看医生、专科、急诊和手术的费用，还有包括做检查，包括 X 光、验血和 B 超的费用。如果眼睛出现了问题呢，家庭医生把你推荐给眼科医生或者是验光师做检查呢，也是包括在医保范围内的。18岁以下的儿童呢，和65岁以上的老人呢，每年可以做一次免费的眼睛测试。我们去了境外呢，需要看急诊，每天最多报75加币，但只限急诊住院和日托的外科医院，不包括急诊的器材费用、药品、牙医和慢性心理治疗的费用。接下来我们了解一下附加保健福利。附加保健福利呢，包括全家每年总共减免10次的针灸、按摩、理疗或者足疗费用，每次减免23加币，这好像并不多啊。省外的治疗呢不包括在内。在你做这些服务之前呢，要提前说一下你是有这个福利的，问问他们是不是在医疗保险注册范围内的医师。这个福利的申请条件呢，是按照家庭调整后的净收入的金额来看的，就是税单上 line 23600的净收入减去牛奶金和注册残障储蓄计划的金额，这个金额呢要小于42000加币，就可以申请附加保健福利了。同时呢，你要是 BC 省居民，在申请日之前呢，已经在 BC 省以公民或者永久居民身份居住了12个月，这个只需要申请一次，但每年呢必须报税，也就是要有效的医疗保险。申请一次之后呢，省政府每年会向税局递交一次报税情况，所以不用再次申请了。除此之外，附加保健福利还包括健康儿童项目，这个福利包括孩子看牙时做的检查、X 光、填充、清洁和拔牙，每年最高是2000加币，这个金额还挺多的哈。还包括给孩子1年配一次近视镜，包括镜片和镜架的费用，但不包括隐形眼镜。如果需要助听器呢，也是可以报的。申请条件呢是家庭调整后的净收入小于42000加币，孩子小于19岁，每年需要报税。以上我提到的这些福利的网址呢，我放在描述栏里了。接下来我们说一下公平药物补助计划，无论我们收入高低呢，都要申请，也只需要申请一次。申请条件呢是要医疗保险计划、社保卡号码，要提供2年前的净收入。我们申请之后呢，医保就会告诉我们有没有自付额。在达到自付额之前呢，我们要支付100%的费用；达到自付额之后呢，支付30%，公平药物计划支付70%。达到家庭最高支付额之后呢，公平药物计划支付100%。如果现在开药不多呢，也可以先申请了，以后如果开药多了，就直接可以用到了。根据去年的统计的数据呢，家庭净收入在3万加币以下是不用支付这个任何自付额的，政府直接帮你支付70%。当你支付的费用达到800加币之后呢，后边的费用呢是政府给你100%报销的。这个福利呢也是在网上申请的，网址我也放在描述栏里了。在你注册之后呢，政府会给你寄一封同意书，你一定要签字寄回。同意书就是你允许让医保局每年向税务局调取你的税务记录。看到这儿，如果觉得对你有帮助呢，就帮我点个赞吧。接下来我们说一下儿童运动基金。儿童运动基金呢是由 Canadian Tire 和 SportChek 这些店家资助的。这个福利呢适用于4到18岁的儿童，有家庭的税前收入限制，包括70多种项目。每次活动呢最高是300加币，每个儿童每年最高600加币，费用呢是直接支付给这个运动组织机构的。申请网址呢我也放在描述栏里啦。那么我们还有一个社区中心娱乐健身补助，我拿高桂林来举例啊。如果属于低收入家庭呢，在高桂林的政府网页上呢，每年可以享受50次的这个 drop in 的 class，50次的这个 drop in 的卡呢，你也可以带朋友去。第6个我要说的是家庭和长者租房补助，这是 BC 省对租房的家庭的补助。申请条件是什么呢？家庭总收入税前要低于4万加币，家庭中至少有一方有工作，而且有孩子。孩子19岁以下或者25岁以下的大学生或任何年龄的残疾儿童，家庭的总资产呢要小于10万加币，包括房产、股票、现金，不包括汽车、RESP、RSP、个人物品和珠宝家具。
那么这个租房的金额呢也是有上限的啊，不是说你租了个5000的房子你就可以报5000，上限呢是一个家庭1108加币到1250加币，你家庭收入的30%呢都是交了房租的。网址我也放在描述栏里了，网页上呢会有一个计算器，帮你估算能拿到多少的补助。然后说一下长者租房补助的申请条件，长者呢要是60岁以上，在 BC 省呢居住满12个月，如果是父母团聚移民申请过来的加拿大呢，需要过了被担保期才可以申请。月收入呢，如果是单身要小于2550加币，夫妻呢要小于2750加币，上限是803加币到866加币。这个呢需要每年申请。如果你的父母来和你住在一起呢，只要过了担保期也是可以申请的。这2个住房补贴呢都是直接给到申请人，不会给到房东的。长者公交卡呢，每人每年补贴45加币，长者呢需要65岁以上。温哥华的公交卡呢，可以坐公交车或者天车，还有这个就是 C bus， 当然不包括这个西岸快线。申请老人金的长者呢，就是 OAS， 基本上都可以申请到这个公交卡补助。但如果长者呢有枫叶卡，但在加拿大呢没有居住够10年，如果是低收入呢也是可以申请的。单身呢是要收入小于19248加币，夫妻呢收入要小于46128加币，每年需要重新递交税单申请。此外呢 BC 省还有一个幼儿园托儿补助，这个需要夫妻双方工作，或者是一方工作一方读书，家庭收入要小于11万加币。补助呢是根据收入增高来递减的。如果夫妻中呢有一个人在家待着，不上学也不工作，那是不能申请的。因为在家待着呢，你可以自己带孩子，没必要送幼儿园。还有一个也算是福利吧， TFSA 免税账户，这里边的收益呢是不用缴税的。具体信息呢可以见我这个视频网址我也放在描述栏里了。还有一个 RSP 注册退休储蓄计划，具体呢可以见我这个视频网址呢我也放在描述栏里了。接下来要说一下 RESP 注册教育储蓄计划，就是家长为孩子以后上大学或者上大专呢存款，政府会给予一定补贴，根据每年向 RESP 账户供款的金额的20%发放，上限是每年500加币，最多7200加币。还有一个加拿大学习基金，如果家里呢有1到3个孩子，家庭调整后的净收入呢小于49020加币，您开一个 RESP 账户呢，政府第1年会往里边存500加币，之后呢每年会存100加币。你不需要向 RESP 账户供款，只要开一个账户就行了，最多给你呢2000加币。对于长者呢，加拿大还提供了老人金 OAS 和老人金补助 GIS。如果是加拿大永久居民或者公民呢，在加拿大居住了10年以上，就可以申请老人金了。如果是从来没有工作过呢，也可以申请，但是住满40年啊才能拿到全额。这对家庭收入呢也是有限制的。去年的老人金呢，金额是635加币，这个是住够了40年能拿到的金额，这个呢是需要报税的。那有人说啊，我住够不到40年，他领的也挺多的呀。实际如果你属于低收入呢，还可以再领一份老人金低收入补助，就是 GIS 呢是免税的。如果是低收入住满10年的老人呢，大概能拿到1000加币左右。如果你住满10年呢，就能领取老人金。那么离开加拿大的时候呢，不能超过半年，超过半年呢就要通知税务局停掉老人金的。那如果是在加拿大住满20年之后申请老人金，那在哪里居住呢都可以领。接下来我们说一下退休金计划 CPP。如果在加拿大工作呢，你可以看到工资单上呢是交了 CPP 的，最早呢60岁可以领这个 CPP， 最晚70岁呢也得领了。这个 CPP 呢是要缴税的，你呢可以在 Service Canada 账户里呢看到你未来呢可以拿到多少 CPP 的。那么我说了这么多，你看出来了吗？都说这个加拿大是穷人跟富人的天堂。这富人天堂呢好理解，环境优美，食品安全，豪宅和高尔夫球场众多。那看了今天的视频呢，为什么穷人也能过得还不错，就有所了解了吧？反正在加拿大，即使你不会变得很富有，你也不会穷得连锅都开不了，饭都吃不了，也不会因为没有钱而看不了病，住不了院。如果你都看到这儿了，别忘了帮我点赞订阅，并开通知小铃铛啊！如果想咨询加拿大留学移民呢，我也在跟一家具有本地持牌移民顾问的公司合作，会为你提供最适合你的留学移民的靠谱方案。我们同时呢，也提供北美金融科技和 IT 行业的猎聘服务。有兴趣的扫我这个订阅号，加我这个微信吧。我会继续和你分享北美移民生活心得和职业发展讯息，让我们相聚于北美大陆。我在这里等你，我们下期见啦！